死掉的多肉的土壤，或者是换盆下来的土，都被你扔了吗？太浪费了，简直就是在扔钱。好多肉友都是住楼房，几乎是找不到合适的土壤，只能去购买土壤。买回来土壤后，在家中养肉，多肉植物死了以后，这些土壤很多人都是直接扔掉了。其实扔掉就浪费了。这些土都是可以保留的，包括换盆的土壤也可以保留，因为我们改造一下，这些旧土还是可以变成肥土，可以说是变废为宝，既能将废土利用，省去丢到垃圾桶的时间，又能节约钱。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把废土变肥土。植物养死分2种情况，一种是干死的多肉，也就是整个植株因为干枯而死，再一种就是烂根枯死的多肉。2种情况的土要分别处理。1. 浇水不足的土。有好多花友比较忙，忘了浇水，多肉就干死了，干死剩下的土壤可以再次使用，因为它的根系是干枯而死的。我们想要再次使用，只需要把这些干死的根茎去掉，把根剪掉，尽量的不要让它在土壤当中，然后把它放到太阳底下去晒干，这样下次种多肉或者其他绿植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如果土壤中没有肥力的话，下次使用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上一些缓释肥，保证土壤中有肥力，再次种花就是非常好的土壤。2. 烂根枯死的土壤。有些肉友在家中养多肉，养的多肉出现烂根烂叶，最后整个植株死掉了，这种土能不能直接使用？答案是肯定不能，因为这种土壤里边是有真菌的，如果想要再次使用，要把枯死的多肉清理干净，把里边的烂根清理后，然后再对土壤改造，改造好了之后才可以继续使用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这种烂根的土壤，种植其他植物的时候，尽可能种偏大的植物，不要去种小苗，因为小苗抗性差，根系弱容易出问题。可以种植一些木本植物，比如月季花、茉莉花等等。那么废旧的土壤，那么怎么改造呢？为了让旧土变成新土，适当的改造必不可少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旧土的消毒工作。生活中常见的消毒杀菌办法有2种，一是暴晒，二是高温杀菌。1. 旧土暴晒。对旧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暴晒了，找有大太阳的天气，最好是夏天的中午最合适，然后将旧土摊开，放在烈日下暴晒几天，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。2. 高温杀菌。有很多花友家里有些旧的微波炉，用来给土杀菌非常好。微波炉运作过程中会产生高热，很容易杀灭其中的病菌、虫害。将旧土放入到微波炉里面转1-2分钟，就能将病虫害杀灭得干干净净。但当你家里没有破旧的微波炉的时候，可以使用开水，滚烫的开水浇到土上面，注意土不能太厚，要保证水都要浇到，否则起不到杀菌除虫的作用。开水杀菌消毒后，旧土也不要直接养花，有肥料以及杀菌剂的先放进去，然后再与新土混合使用才安全。一般比例为旧土1份，新土1份。当然，如果能加入少量颗粒和有机肥，效果更好。新土可以用腐叶土、泥炭土，颗粒可以用粗沙、火山岩，有机肥可以用腐熟的饼肥、鸡粪、牛羊粪等等。3. 土壤盐碱化。种植花卉后的旧土也容易出现土壤结块或土壤盐碱化的情况，特别是在雨水较少的地方，土壤一般都是偏碱的，连自来水也是偏碱的。如果长期用自来水给植物补充养分，就会导致土壤中有过多的矿物质沉积，土壤的盐碱化也会比较严重，这些矿物质和土壤会结合起来，就会很难去除。这样的土壤想要改良成肥土就比较困难，如果有院子的，直接撒在院子里，用一些有机肥逐步改善。如果是楼房的话，可以考虑用一些酸水中和后，再与新土1:1的比例混合使用。当然，使用前也一样要暴晒。另外，种过某一种植物的土壤，就不要重新用来种同一种植物了。就比如种过西红柿的土壤，就不要再用来栽种西红柿，或和西红柿有较强亲缘关系的植物，这是为了减少病虫害，保证植物健康生长。原来的旧土杀菌消毒后可以直接使用，但也可以加一点小东西，让土壤肥力更好，抗菌抗药性更佳。1.
加入杀虫剂。给旧土杀菌的方法有很多，最常见最科学的方法就是先暴晒7至10天，然后再加入一些除菌药。最常见的当属多菌灵，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可以把多菌灵直接兑成水溶液，直接浇透土壤。除了多菌灵之外，给旧土除虫卵，使用最多的当属孵虫胺，最常见的当属胶囊型的孵虫胺。这种药效果很好，我们只需要把它掺和到土壤里，就能起到杀虫除卵的作用。孵虫胺平时就算不是旧土改造成新土，也可以在给花草上盆的时候，直接在花盆里埋入1-2粒，就能预防和杀死常见的各种病虫，比如说介壳虫、蚜虫、蚂蚁等等。2. 加入肥料。让旧土肥效增加的办法很多，比如加入菜叶、动物内脏等厨余，让旧土变成有机肥土。我们在生活中会有很多的小垃圾，比如说各种菜叶、水果皮、鸡蛋壳、瓜子壳，以及吃鱼等肉类时候剩下的骨头、内脏等等，都可以处理之后和旧土掺和在一些，重新沤制，让旧土变成有机营养土。使用这些小垃圾锻制有机土的时候，要注意收集的东西一定不能含盐及各种佐料。骨头、鸡蛋壳、坚果皮类的比较硬的物质，还需提前砸碎，能缩短土壤的沤制时间，让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，有机肥多，肥效足。灌制的时候可以使用3明治堆肥法，按照1层土、1层有机物的方法制作。铺到最上面1层的时候，土壤尽量厚一些，一是防虫，二是防异味。如果容器空间有限的话，建议少放骨头、内脏，这些异味大不易腐蚀的有机物。铺好之后，可以浇一些淘米水，让土壤及有机质处一个潮湿的状态。沤制完成的时间，因为温度不同，所需要的时间也各不相同，大家可以根据土壤的状态来判断。一般情况下，沤制好了以后是看不出来原材料的，因为这些材料全部分解发酵了，而且好了之后，土壤的颜色也会变得更偏黑色。3. 颗粒物。一般旧土容易发生板结不透气、不透水等情况，所以我们改造的时候建议加入一些颗粒物。颗粒物加入后，能够提高旧土的透气性和排水性，有利于根系生长，不易烂根。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种类。颗粒物加入多少，根据要栽种的植物来决定，比如多肉要 50%， 一般的花卉大概 30% 左右就差不多。所谓颗粒物，是指一类呈颗粒状的养花材料，需要花钱购买的种类有珍珠岩、赤玉土、火山岩、蓝石、松林等等。不需要花钱的有粗河沙、碎砖块、细碎的腐木、煤渣，需要水洗去除碱性等等。不过这些颗粒植物也有其不足之处，比如常用的珍珠岩，经过几次浇灌就会上浮，最终堆积在盆面上。但制时经过一定的处理后，极易粉化，这是我们在运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4. 有机质。一般来说，替换下来的旧土的有机质会大大的降低，土壤里面的团粒结松都被破坏掉了，透气、透水性极差。我们可以加入易饮冻椰糠或是松针类的腐叶土，增加旧土透气、透水性。想从根本式改良旧土，就需要直接发添加椰糠或是松针类的腐叶土。使用松针类的腐叶土一定要腐熟透了，建议直接购买腐熟的松针，若是自己采挖的，要提前杀菌除虫。一般是加入土壤的1/5，加入之后搅拌均匀，喷湿之后用塑料袋子或是其他容器密封压制2至3个月，再使用效果最佳。椰糠是很多人养花配土使用的物质之一，比较便宜，直接购买即可，透气性好，不含菌不含虫。椰糠的使用很简单，泡发或是清洗2至3次之后即可直接使用。一般我们养洗室类的花草，可以把椰糠放得多一些，配比占3至4成；养洗干一些的花草，椰糠放的要少一些，配比占1至2成即可，能有效的预防土壤板结不透气。再加入一些长效肥，养花的效果比买的新土也不差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旧土变肥土的方法，想想你家里有没有旧土，可以尝试一下呢？分享的内容是我的个人见解，如果有疏漏或者错误，欢迎指摘。你还有什么养花的小妙招，也欢迎评论区一起分享。感谢观看，喜欢我的内容还请点赞、关注、
转发。我们下期见。